大家好，我是丽姐，欢迎大家来听相亲故事，感谢大家的订阅。哎呀，今天给大家讲的这个故事啊，真的是太精彩了，我都替他们感到开心呢。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真爱是没有地域界限的，也没有城乡差距，只要两颗真心相遇，就能碰撞出最美丽的火花。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故事的女主角林小文。小文是个不折不扣的大美人，26岁，身高181厘米，在模特圈里可以说是黄金比例了。她那张脸蛋，清纯又带着一丝成熟的韵味，让人看一眼就忘不掉。但是这样一个看似光鲜亮丽的超模，背后却有着让人心疼的故事。小文从小父母双亡，被亲戚收养，表面上是收养，实际上呢，就是把她当成了摇钱树。从小文14岁被星探发现，开始模特生涯的那一刻起，她赚的每一分钱都被亲戚们瓜分殆尽。我那时候真的好天真，以为他们是真的关心我。小文曾经对我说，后来才发现，他们看重的只是我能带来的钱。虽然现在的小文已经是各大时尚品牌的宠儿，但她的生活却被经纪人严密监控着，什么时候起床、吃什么、见什么人，都要经过经纪人的同意。表面光鲜亮丽，实际上水深火热啊！丽姐，我就像一只笼子里的金丝雀。小文对我说这话的时候，眼里满是无奈。我好想逃离这一切，找一个真正爱我、疼我的人。就在小文快要撑不下去的时候，缘分来了。去年夏天，小文接了一个在台湾拍摄的广告，那是一个推广台湾乡村旅游的项目，需要在台湾的宜兰县取景。谁能想到，就是这次工作彻底改变了小文的一生。拍摄当天，天公不作美，突然下起了倾盆大雨，整个剧组只能躲进附近的一家农舍避雨。这家农舍的主人就是我们故事的男主角陈家豪。家豪可不是什么普通农民，别看他住在乡下，人家可是台湾大学农业科技系的高材生，毕业后选择回到家乡发展有机农业。他经营的有机农场现在已经是台湾知名的农产品供应商了。当小文第一眼看到家豪的时候，他就被这个朴实却又不失阳光的男孩吸引了。家豪身高178厘米，皮肤被太阳晒得有些黑，但那双眼睛特别有神，笑起来的时候，眼角的笑纹特别迷人。丽姐，当时我就觉得他好像一道光，照进了我灰暗的生活。小文后来告诉我，那种感觉就是一见钟情吧。因为雨一直没停，剧组决定取消当天的拍摄。家豪热情地邀请大家一起吃晚饭，还拿出了自家种的蔬菜水果招待大家。晚饭时，小文发现家豪不仅厨艺了得，谈吐也非常不俗。他对农业科技、生态保护都有自己独特的见解，完全颠覆了小文对农民的传统印象。我当时就震惊了。小文说，原来台湾的农村青年这么有文化，这么有想法。以前在上海，我认识的那些富二代，讲话都没他有内涵。是啊，大家常常对台湾有误解，认为台湾比不上大陆发达。实际上，台湾的社会发展水平很高，特别是在农业科技、文化教育这些方面，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家豪就是个例子，大学毕业后选择回乡创业，把先进的农业技术带回家乡，这种情怀和担当真的很令人敬佩。雨夜的偶遇后，小文和家豪互留了联系方式。本来小文以为这只是一次普通的邂逅，没想到家豪第二天就主动联系他，邀请他参观自己的有机农场。出于对这个阳光男孩的好感，小文偷偷溜出了酒店，来到了家豪的农场。哇，那个农场简直就是世外桃源啊，满眼的绿色，空气清新的让人想深呼吸。家豪带着小文参观了他的温室大棚、水耕蔬菜区、果树园，还有他引以为傲的科技农业展示区。我们现在用的是物联网技术控制灌溉系统。家豪兴奋地向小文介绍，通过手机 App 就能监控作物的生长情况，省时又省力。小文看着满脸阳光笑容的家豪，心里像是打翻了五味瓶。在上海，他认识的那些所谓成功人士，个个都是西装革履，但眼里只有利益，
而眼前这个穿着朴素的男孩却有着对土地的热爱和对未来的憧憬。那一刻，我就决定了。小文说，我要摆脱现在的生活，追求真正的幸福。从那天起，小文和嘉豪开始了秘密的联系。每天晚上，当经纪人以为小文早已入睡的时候，他其实正和嘉豪视频聊天到深夜。他们聊生活，聊梦想，聊各自的童年。小文第一次感受到被真正理解的感觉。嘉豪没有因为他是超模而对他另眼相看，也没有因为他的悲惨经历而同情他，他只是静静的听，然后给予温暖的鼓励。你知道吗？在台湾，我们有句话叫好好爱自己。嘉豪常常这样对小文说，你已经很努力了，是时候为自己而活了。这句话深深触动了小文的心。是啊，他已经为别人而活了太久太久，是时候为自己而活了。拍摄结束后，小文回到了上海，但他的心早已留在了那个台湾小农场。回到上海后，小文的生活更加不如意，经纪人给他安排了更多的工作，还试图给他介绍一些所谓的富商，目的不言而喻。我当时真的好绝望，小文回忆道，感觉自己就像个被摆布的木偶，没有自己的人生。就在小文快要崩溃的时候，嘉豪来上海了。原来嘉豪的农产品要进军大陆市场，他作为公司代表来上海参加农产品展销会。得知这个消息后，小文偷偷约嘉豪见面了。两人在外滩散步，看着黄浦江上的夜景，小文把自己所有的痛苦和委屈都倾诉给了嘉豪。嘉豪听完后，握住小文的手，眼睛直视着他说，跟我回台湾吧，我会好好照顾你的。就这样，小文做出了人生中最大胆的决定，辞掉所有工作，解除与经纪公司的合约，跟嘉豪回台湾生活。当时我亲戚和经纪人都疯了，小文笑着说，他们不敢相信我会放弃大好前途，跑去台湾乡下和一个农民在一起。但小文心意已决，在他看来，与其做一只金丝雀，不如做一只自由的麻雀。嘉豪给了我最宝贵的东西，自由和尊重。小文说，这些是金钱买不到的。就这样，在认识3个月后，小文和嘉豪在台湾举行了简单而温馨的婚礼。婚礼上，嘉豪的父母对这个来自上海的儿媳妇疼爱有加，嘉豪的妈妈甚至学着做上海菜，就为了让小文不那么想家。台湾的婆婆真的和大陆不太一样，小文感慨道，他们更像朋友，不会过多干涉小夫妻的生活。嘉豪妈妈从来不会要求我做家务，反而常常让我多休息，说模特工作辛苦，需要保养。是的，台湾和大陆的婚恋文化确实有很多不同。在台湾，年轻人的婚姻更加注重平等和尊重，婆媳关系也相对轻松。而在大陆，特别是一些传统家庭，男主外女主内的观念还比较深入人心。小文最开始还担心自己这个城市女孩会适应不了乡村生活，结果没想到她爱上了这种宁静而充实的日子。每天早上，小文和嘉豪一起去农场照料那些有机蔬菜和水果。下午，他会帮助嘉豪整理订单和处理一些农产品的包装设计。晚上，两人一起看星星、聊天、规划未来。我从来没想过，最简单的生活竟然是最幸福的。小文说，在上海的时候，我住5星级酒店，穿名牌衣服，但从来感受不到现在这种踏实和安心。嘉豪也很疼爱小文，从不让他做重活，他还专门帮小文在农场的一角建了一个小花园，种满了他喜欢的花，让他有事没事就去那里发呆放松。他懂我的内心。小文说这话时，眼里满是幸福的光芒，知道我虽然选择了乡村生活，但偶尔还是需要一点小资情调来缓解城市 girl 的乡愁。就这样，小文和嘉豪的爱情故事传遍了整个宜兰县，人们都说嘉豪真是捡到宝了，娶了个这么漂亮又懂事的上海媳妇。但小文却总说，其实是我捡到宝了，嫁给了一个这么好的台湾老公。随着时间的推移，小文越来越融入台湾的生活，她学会了说一口流利的台湾腔普通话，还学会了做几道台湾小吃。逢年过节，她和嘉豪一起去夜市吃小吃、玩游戏，那种简单的快乐是她在上海从未体验过的。台湾的生活节奏慢多了。小文说，上海的朋友聚会常常是在高档餐厅，人人都盯着手机。
而在台湾，朋友聚会可能就是在家里烤肉，大家围在一起聊天，特别有人情味。这种慢节奏的生活方式也让小文的心态变得更加平和，她不再追求物质上的满足，而是更加注重精神上的富足。现在的我不需要名牌包，不需要豪车，只要家人健康，日子过得去就是最大的幸福。小文笑着说，这可能就是台湾人常说的小确幸吧。是啊，台湾人的生活哲学里，小确幸是很重要的一部分。他们懂得欣赏生活中的小幸福，而不是一味追求轰轰烈烈的大成功。这种生活态度也慢慢影响了小文。不过，蜜月期过后，生活中的小摩擦也开始出现了。毕竟两人来自不同的文化背景，有些习惯和观念上的差异是难以避免的。比如，小文习惯了上海快节奏的生活，有时候会觉得宜兰的生活太过平淡，而嘉豪则习惯了台湾人的含蓄，有时候不太理解小文的直来直去。有一次，我和嘉豪因为一件小事吵架了，小文回忆道，就是因为我直接指出他父母家里的装修风格有点过时，在上海，朋友之间这样直接评价很正常，但在台湾，这被视为不尊重长辈。嘉豪当时没有当面责怪小文，但事后很认真地和他交流，告诉他台湾人特别注重说话的方式，同样的意思，换个方式表达，效果会完全不同。那次谈话让我明白了大陆和台湾在沟通方式上的差异。小文说，大陆人更直接，有什么说什么，台湾人则更含蓄，会绕个弯子表达。这种文化差异在他们的婚姻生活中时不时会冒出来，但幸运的是，小文和嘉豪都是愿意沟通的人，每次出现问题，他们都会坐下来好好谈，互相理解对方的立场。跨文化婚姻最重要的就是理解和尊重。小文总结道，要知道对方为什么会那样想、那样做，而不是一味的要求对方改变。婚后1年，小文怀孕了。这个好消息让两家人都非常高兴，嘉豪更是紧张的不得了，生怕小文有什么闪失。我第一次见到嘉豪手忙脚乱的样子，小文笑着说，平时工作上那么冷静的一个人，知道我怀孕后变得比我还紧张。怀孕期间，小文真正体会到了台湾婆婆的好。嘉豪妈妈几乎每天都会送来自己做的营养餐，还特意学了孕妇瑜伽，每天陪小文一起做。台湾的婆婆真的很疼媳妇，小文感慨道，她总是说媳妇就是自己的女儿，要像对待女儿一样疼爱。这种观念在大陆很多地方还是比较少见的。是的，在婆媳关系这方面，台湾确实有着更加平等和包容的文化。台湾社会普遍认为，媳妇是别人家的孩子，嫁过来不容易，所以要多关心体贴。而在大陆，传统观念中，媳妇是进门的人，要融入丈夫的家庭，遵守家里的规矩。这种文化差异让小文在台湾的婚姻生活中倍感温暖。怀孕7个月的时候，小文收到了一个意外的电话，她在上海的经纪人打来的。原来有个知名化妆品品牌想邀请小文代言他们的孕妇护肤系列产品。这个广告的主题是真实之美，正好契合小文现在的生活状态。当时我犹豫了，小文说，一方面我确实有点想念模特的工作，另一方面我担心重新回到那个圈子会带来不必要的压力。嘉豪知道后，出乎小文意料的是，他非常支持他接这个广告。他对我说，你本来就很美，怀孕更美，为什么不让更多人看到这种美呢？小文回忆道，眼中闪烁着泪光。那一刻，我感觉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于是，在嘉豪的陪伴下，小文回到上海拍摄了这支广告。广告中，她穿着简单的亚麻长裙，在阳光下抚摸自己隆起的腹部，脸上洋溢着幸福的微笑。这支广告一经播出，立刻引起了轰动。很多人惊讶于小文的转变，从高冷的超模变成了一个充满母性光辉的准妈妈。更多的人则被她身上那种真实的幸福感所打动。那可能是我拍过的最成功的广告，小文说，因为我不需要表演，那就是真实的我。广告的成功也让小文收到了更多的工作邀约，但这次她和嘉豪商量后，决定只接少量的，能够兼顾家庭的工作。我现在的首要身份是妻子和妈妈，小文坚定地说，模特只是我的职业，而不是我的全部。
这种观念的转变也反映了小文价值观的变化。在台湾的生活让他明白了家庭的重要性以及平衡工作和生活的必要性。小文顺利地生下了一个健康的男孩，取名叫陈心远。心字代表着父母的心血，远字则包含着家豪和小文对孩子的期望，希望他能有远大的志向，看得更远。有了孩子后，小文的生活更加充实了。他不仅要照顾小心远，还开始帮助家豪打理农场的品牌推广工作。凭借着自己在时尚圈的经验和人脉，小文为家豪的有机农产品设计了精美的包装，还策划了一系列推广活动。他甚至联系了一些在上海的老朋友，帮助家豪的产品进入大陆高端超市。我觉得自己找到了新的人生方向。小文说，把模特的经验用在农产品推广上，这种跨界合作真的很有趣。在小文的努力下，家豪的有机农场品牌知名度大增，销量翻了好几倍。他们的故事也成为了两岸合作的一个美丽例证。就在一切看似完美的时候，挑战来了。小文的那些所谓亲戚找上门来了。原来，他们看到小文代言的那支广告后，发现他现在过得很好，就想着再从他身上捞一笔。这些亲戚找各种借口来台湾，说是看望小文，实际上是打着帮忙照顾孩子的旗号，想要长期住下来，甚至开口要钱。那段时间真的很难熬。小文回忆道，我不知道该怎么处理这些关系。在中国传统观念里，亲戚之间应该互相帮助，但这些人明显是来占便宜的。家豪看出了小文的为难，主动承担起了坏人的角色。他非常坚决地告诉这些亲戚，他和小文的家庭有自己的生活方式，不需要外人干涉。如果是真心来看望小文，欢迎短期做客；如果是为了钱，那就请回吧。那时候我才发现，家豪看似温和，关键时刻却很有原则。小文说，他保护我的方式不是高声呵斥，而是有理有据地说明立场，既不失礼节，又不留余地。家豪的态度让那些亲戚无话可说，最终只能悻悻而归。这件事后，小文彻底和过去的不良关系划清了界限，开始了真正属于自己的新生活。有时候断舍离是必要的，小文感慨道，放下那些不健康的关系，才能轻装前行。小心远逸天天长大，小文和家豪的生活也越来越有滋有味。他们决定把自己的故事记录下来，开了一个名为超模农妇的社交媒体账号，分享两人的跨文化婚姻生活。账号里，小文会分享她如何从都市女孩适应乡村生活，家豪则会分享一些农场的日常和有机种植的知识。两人还会一起直播，回答网友关于两岸文化差异的问题。没想到，这个账号迅速走红，吸引了两岸数百万粉丝的关注，太意外了。小文笑着说，我们只是分享自己的生活，没想到会有这么多人感兴趣。账号的成功让小文和家豪成了两岸民间交流的一个缩影，很多大陆年轻人通过他们的分享了解到了台湾的风土人情，而台湾的年轻人则从小文身上看到了大陆姑娘的坚强和适应力。我觉得这可能是我们最大的成就了，家豪骄傲地说。通过分享我们的生活，让更多人了解到两岸文化的异同，促进了相互理解。是啊，两岸同胞本是一家人，有着共同的文化根基，虽然分隔多年，发展出了不同的社会特点，但骨子里的情感和价值观是相通的。小文和家豪的故事正是这种文化连接的生动体现。随着社交媒体账号的走红，小文和家豪收到了各种合作邀约，其中最让他们心动的是一个电视节目的邀请，讲述两岸青年的爱情故事。经过慎重考虑，他们决定接受这个邀请，不是为了出名或赚钱，而是希望通过自己的经历，给更多两岸年轻人带来启发和勇气。我们的故事很普通，但也很特别。小文在节目中说，他告诉大家，爱情没有地域的界限，幸福也没有固定的模式。节目播出后，引起了广泛讨论，很多人被小文的勇气所打动，他敢于放弃表面上光鲜亮丽的生活，追求内心真正的幸福。也有人被家豪的踏实和担当所感动，他用实际行动证明，真正的男子汉不在于外表和财富，而在于责任和担当。更重要的是，通过这个节目，更多人了解到了两岸婚恋文化的差异和共通点。
比如，在台湾，年轻人结婚后通常会选择自己居住，和父母保持适当距离；而在大陆，特别是一些传统家庭，同堂共居的观念还比较普遍。再比如，在台湾，夫妻关系通常更加平等，家务分工更加明确；而在大陆，虽然现代家庭也在追求平等，但传统的性别分工观念还有一定影响。当然，两岸也有很多共通点，比如都重视家庭和教育，都有尊老爱幼的传统，都注重礼仪和人情世故。了解这些差异和共通点，对于两岸婚姻来说非常重要。小文在节目中分享到，它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对方，减少不必要的摩擦。节目结束后，小文和嘉豪的生活又回到了正轨。白天，他们忙碌于农场和育儿；晚上，他们会抽时间更新社交媒体，回复粉丝们的留言。3年后，小文又生下了一个女儿，取名陈爱宁。爱代表着父母的爱，宁则寓意着平静和安宁。2个孩子，一儿一女，我们的家庭更完整了。小文幸福地说，虽然生活中有柴米油盐的琐碎，也有育儿的辛苦，但每一天都充满了意义。随着孩子的成长，小文和嘉豪也面临着新的挑战，如何让孩子既了解上海的文化，又融入台湾的生活。我们决定每年暑假都带孩子回上海住1个月。小文说，让他们感受大城市的节奏，了解我成长的环境；平时在台湾，则让他们感受乡村生活的美好和淳朴。这种双文化的教育方式，让心远和爱宁成为了非常开朗自信的孩子。他们既有大城市孩子的见识和活泼，又有乡村孩子的朴实和坚韧。我觉得这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嘉豪说，让他们了解不同的文化和生活方式，将来无论在哪里，都能适应自如。10年过去了，当初那个被经纪人严密控制的超模，如今已经成为了一个成功的农场女主人。小文不仅帮助嘉豪将农场打造成了台湾知名的观光农场，还在农场里开设了一个城乡交流中心，专门接待来自大陆的年轻人，让他们体验台湾乡村生活。我想通过这种方式，让更多大陆年轻人了解台湾的乡村发展。小文说，同时也希望打破大家对台湾的一些刻板印象。台湾不是落后的，它的农村发展模式和生活方式有很多值得大陆学习的地方。嘉豪也经常带着台湾的农业专家团队去大陆交流，分享台湾的有机农业经验。通过这些交流，两岸在农业技术上实现了多次合作，结出了累累硕果。其实两岸同胞本是一家人。嘉豪常说的一句话是，我们有着共同的文化根基和价值观，只要多一些理解和包容，就能创造更多的可能性。这话一点没错，小文和嘉豪的故事正是这种可能性的生动体现。大家看到这里，是不是觉得这个故事特别暖心呢？其实我想说的是，幸福没有固定的模式，无论是在繁华的上海，还是在宁静的宜兰，无论是当一名光鲜亮丽的超模，还是一名朴实无华的农妇，只要找到了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和真心爱你的人，就是最大的幸福。小文常说，我最大的财富不是曾经站过的那些国际 T 台，而是现在这个充满爱的家。嘉豪则说，遇见小文是我这辈子最大的幸运，他让我的小农场连接了整个世界。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希望小文和嘉豪的经历能给大家一些启发。爱情没有地域的界限，幸福也没有标准的答案，只要跟随自己的内心，勇敢地做出选择，你也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我是丽姐，我们下次再见。